大家好，我是卢小妈。今天我想要跟你介绍一下滑雪这个运动。滑雪呢，在台湾应该是一个不是很普遍的运动哦。但是这几年我发现，其实有蛮多的年轻人开始会到日本、韩国去滑雪。那最近呢，我更是发现呢，伍佰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伍佰滑雪场》这本书。那他在里面提到说，我们在这里满足了我们自己，完成只属于自己的成就，其实那是孤单的。我想学过滑雪的人，或是正在滑雪的人，一定很有共感。我们来看后面的影片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是孤单的了。我自己滑雪呢，大概从10年前开始学滑雪，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经验，想要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挑战哦。第一个是身体方面的挑战，除了平常一定要运动之外呢，滑的速度越快的人呢，出发滑雪前3个月都还会特别加强他的平衡感啊，还有大腿的肌肉的训练。不要看滑雪好像轻轻松松这样滑来滑去的样子，那可是需要身体的平衡跟双腿肌肉要完美，跟滑雪板合而为一，才能好好控制方向跟速度，才能前进的。我非常强烈建议呢，一定要报名上滑雪课。原因有2：第一呢，它让你滑雪能滑得更安全；第二呢，它也能增加你滑雪的自信。那另外一个挑战呢，是心理上的挑战。我个人呢，是一个非常怕冷、怕速度感、怕下坡的人，所以基本上我根本不是学滑雪的料。但是呢，当我学会它的时候，可以好好控制滑雪板滑下来的时候，那感觉就像打败了恶魔一样，非常有成就感。而且当我在高山上一路滑下来的时候，看到的雪景，我就会觉得哇，真的好宁静，好美哦！还好我学会了滑雪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认识滑雪道的种类开始。那世界各地对滑雪道的定义都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大同小异，基本上都是从绿色的滑雪道开始，再来是蓝色，再来红色，再来黑色。那我基本上呢，可以滑的雪道大概到蓝色或红色，看山区大小的不同。我们这一次滑雪呢，一路从卢森堡往南开，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。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呢，有全世界2大最大的滑雪区。第一大呢是Trois Vallées，它的雪道总长有600公里。那我们这次来的地方呢是第2大滑雪区，叫 Paradis-Ski。那我们来到这个 Paradis-Ski 的其中一个部分，我们住的地方叫 Les Arcs。那我们这一次从卢森堡到这边呢，差不多有760公里，这么远的距离，开车差不多要7-8个小时。那 Les Arcs 在什么地方呢？它就是在Chamonix 南方，大概100多公里的地方，那开车也差不多要2个小时。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Les Arcs 这个地方的滑雪地图。在地图上呢，你可以看得到左边这个就是 Les Arcs 的滑雪区，那这边但是这边叫 La Plaine。那 Paradis-Ski 顾名思义叫做滑雪天堂，它就是串联这2个滑雪区的地方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中间串联这2个山区的地方有一个叫 Vanoise Express 的空中缆车。这个空中缆车呢，也可以给一般观光客搭乘，它是全法国最大的观光缆车，承载量有100多个人。那我们看得到在这个滑雪地图上面呢，有各式各样不同颜色标注的那个滑雪道，大部分都是蓝道跟红道。那在黄色这4个黄色标示的地方呢，这是给初学者练习的地方。那我通常呢会避免去这种地方，因为人很多，然后很多一开始滑雪的人，所以很容易撞在一块。那我们这一次住的地方呢，就在 Arc du Mille， 在海拔2000的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大部分滑雪的地区都在这一区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滑雪
道呢是从饭店这边出来之后呢，一路搭缆车往上，然后沿着这个蓝色的这个滑雪道一路滑下来。我很喜欢这一区这个蓝道的原因是，第一它很宽很大，第二它人很少，所以在滑的时候呢就可以有很多直线加速的地方，滑起来非常有成就感。那不滑雪的人呢，也可以一路搭着缆车到Les Arcs 这一区呢，最高的地方叫 Aiguille Rouge 的地方，搭缆车到最上面3226公尺的地方，欣赏非常非常壮丽的雪景。那想要滑下来的人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只有黑道黑色的雪道可以滑下来，所以没有这个黑道或红道滑雪程度的人最好不要轻易尝试，不然呢一不小心你可能就要滚下来、摔下来，或是被载下来咯。接下来呢，我想介绍一下有关住宿的选择。大致上我把它分作3种。第一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公寓式的住宿哈，这个也有平价，也有昂贵一点的。昂贵一点的呢，就包括有游泳池啊，还有很多桑拿之类的。那第二种呢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chalet， 就是小木屋，这种呢非常适合很多家庭或是一群年轻人一起来住。那这种的方式是它不含早餐，所以呢基本上会有厨房，然后有客厅，让你自己去煮，自己去准备。那最后一种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次住的，就是俱乐部式的饭店。这种饭店呢，通常都包括早餐跟晚餐。这种俱乐部式的饭店呢，它会提供很多托婴的服务，还有甚至有青少年俱乐部。那晚上的话，还有很多团康活动，还有滑完雪回来之后的 après ski， 就是滑完雪之后的那个像下午茶之类的，它也会提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都吃些什么咯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早餐的 buffet，我们觉得还蛮丰富的，有很多冷食啊、热食啊、优格啊，还有它的环境也很好，因为你坐在靠窗的地方看下去就是滑雪道了。那一般的冷食，这些火腿啊、乳酪都有。那再来热食的部分呢，就是有培根啊、香肠啊，还有炒蛋。这些都有。那再来还有优格，还有饮料，这些部分一定都有的。那通常呢，大家都会把早餐吃得饱饱，然后带一点点小小的三明治，因为中午的餐吃不饱寡的。那带着三明治呢，你就可以在滑雪的地方好好做日光浴，然后在雪地上野餐咯。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圣诞夜那天晚上吃的圣诞夜晚餐，我觉得还蛮丰富的。现在这个是海鲜大拼盘，还有烟熏鲑鱼。那这些海鲜呢，是法国人在过节的时候吃的，算是非常澎湃的东西。那当然有沙拉啊，然后热食有鸡肉、鸭肉，然后还有一区是那个小孩子比较适合吃的，就是薯条啊、鸡块啊之类的，觉得还非常适合大小家庭一起来。那当然法国人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乳酪。好，乳酪完了之后呢，再来就是甜点咯，各式各样的甜点非常丰富。完吃的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饭店的环境。这里是交谊厅，也是酒吧的地方，然后很多的团康活动啊、跳舞啊、唱歌都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一天呢，因为暴风雪的关系，所以很多人都已经着装好，但是在这个交谊厅这里等待雪场开放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暴风雪实在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玩游戏。再过来呢是饭店里面的那个小小电影院，然后呢这个是托幼中心。最后呢，我想要来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选这家俱乐部饭店。第一呢，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呢是圣诞节这一周
是次旺季，它不是最贵的时候。那当然你也要考虑到是不是那个学生放假的期间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一定是爆贵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自己煮饭这件事情，这真的很赞，因为滑雪一天下来其实非常累了，那回来就可以直接等着吃饭，真的是很赞。第三点呢，它的位置。那它这边呢，当你穿好装备出来之后，直接就上雪场哦，那真的是这是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。你等一下看后面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说了那么多之后呢，要准备来滑雪啦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滑雪的配备，当然有滑雪鞋、滑雪板。那我刚刚实测过，我自己的滑雪鞋跟滑雪板合起来的重量呢，大概在7.6公斤左右。那我的滑雪板算是轻的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滑雪配备呢，你可以用租的，也可以用买的。那当然，每年都会滑的人就是用买的咯。这里呢，就是饭店里面的滑雪配备储藏室。基本上呢，一个房间呢都有一个储藏室。那这个储藏室呢，都有烘鞋机，把你穿了一天的滑雪鞋呢，都可以把它烘干。好，我们准备要来穿鞋子咯。穿这个鞋子呢，是每天要滑雪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，因为你要把鞋子穿得很紧，这样你在控制你的方向跟力量的时候，才可以做最好的控制。那穿好之后呢，又因为很重，你要穿好鞋子，带着你的滑雪板，加上你的雪棒，走上这一次大概只有走大概10阶不到的楼梯，这样才会到外面可以开始滑雪。好，我们现在搭上了滑雪缆车咯，这个是开放式的缆车，大概3个人到8个人不等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对面的这个法国人叫蛋形的缆车，那种缆车呢，你需要把你的雪板卸下来，然后你站在里面，雪板可以插在外面。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像十字路口交汇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缆车来来往往交集在这边。好咯，我们要来滑雪咯。这一天呢，我是滑在一个蓝道上面的下坡。那这一天我们到的时候呢，已经是下午大概3点多了，所以这个滑雪道上已经都是积起了很多的小雪堆，所以蛮难滑的。然后人也很多，所以我滑得非常的害怕。然后我因为已经也滑了几个小时，所以有点累了。所以呢，其实我的滑的动作都不对，脚都没有收起来，所以会很累。然后我就和别人撞上了，结果呢，跌倒的不是我，是对方。然后我想那个人呢，应该在心里面翻白眼翻到后脑勺去了。然后呢，当我正卡在那边很久的时候呢，我以为呢，这位帮我摄影的仁兄呢会来拯救我，结果没有，他就让我在那边卡住，让我在那边想办法自己下来。然后呢，我就像老婆婆一样，慢慢的转弯再转弯，然后终于慢慢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滑雪真的像人生，很多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个部分的滑雪，是我2年前的时候滑的。这个部分呢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说，其实滑雪呢，当你学会之后呢，真的是可以好好享受的。那这个地方一样，又是很宽阔，没有什么人，然后就一路可以这样滑下去，感觉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厉害的样子。然后等一下你看到在直线加速的时候呢，我自己心里有种感觉，好像是哇，这个时速应该有60-70了吧？结果呢，其实并没有，也不过20-30而已。但是那种自信就会让你就更觉得说，对，我可以滑，我可以继续滑下去。所以这真的是很棒的感觉。
们家的2个壮丁呢，他们滑雪的程度大概就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大概知道为什么伍佰说，其实滑雪都是孤单的。但说实在的，虽然我大部分时间滑雪都是自己一个人，但是我还蛮享受那个时间，那个 me time 的。因为你自己怎么训练，怎么进步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。看着这个背影呢，为妈的我呢，觉得我竟然哪家搞完呢？然后呢，爸爸追着他，差一点都追不上了，只能对着儿子望尘莫及。我觉得伍佰说的滑雪其实就是人生，真的一点都没错。好啦，看了这么多滑雪的影片，那不会滑雪的人在这里能做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如果你是很有运动细胞的人呢，可是你又不会滑雪，可不可以来这种地方呢？当然可以，因为还是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做的。我们现在就带你来看看它的官网上面有哪些活动。除了滑雪之外呢，它有比如说在 Aigle Rouge 上面的光影秀，还有这个非常刺激的高空滑索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影片。好，我想高空滑索呢，在很多山区都会有，但是在滑雪地区的高空滑索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活动，比如说你可以坐雪橇，这个雪橇呢从山上滑下来大概有20-30分钟那么久，所以是很刺激很长的一段。当然也可以在雪地里面健行。然后在穿雪鞋健行，有雪上摩托车，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越野滑雪，还有很多其他的。那当然你也可以进去有一个冰窖，它那边有一个冰窖可以参观。那它的官网上面有很多的资料，那我等一下也会把它的网站放在影片后方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那边参考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带大家来到搭乘Aigle Rouge 空中缆车的这个地方。Aigle 的意思在法文里面字面上的意思是针，尖尖的那个针的意思。Rouge 就是红色。在阿尔卑斯山区这边呢，有很多尖山，它的名字就叫 Aigle 什么 Aigle 什么。在这个搭乘站的地方呢，海拔也差不多来到了将近3000左右。在这个搭乘站的旁边呢，有一个维修跟存放缆车的厂房。没有使用的时候呢，他就把它拿来当做光影秀的演出。我们等一下就来看光影秀的一段演出。这时候我们已经来到 Aigle Rouge 的3226公尺的地方咯。这个海拔呢，大概是台湾海云山庄那个海拔的高度。
我看到的景色呢，真的是壮丽到令人屏息，但是呢，同时又会让你觉得对大自然心生畏惧。一位绵延的山峰是这么的壮硕，竖立在我眼前，我没有办法再用更适合的文字来描述它，所以就让你自己来一窥究竟咯。但是当我注意到这个标示的时候，我会心一笑了。应该是有不少自不量力的滑雪者，造成工作人员不少的麻烦吧。我们现在就准备下山来看一看，搭着缆车往下走的风景是怎么样咯。当你搭着缆车的时候呢，都会看到山上很多不同的景色，特别是像这个令人惊艳的雪地棋盘，我觉得它非常的特别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找一个酒吧，像这个冰窖酒吧，点一杯热咖啡或是热巧克力，坐下来就在那边晒晒太阳，看着来来往往的滑雪的人，也是一种享受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进到冰窖里面参观一下冰窖的各种冰雕。带你来搭乘这个在地图上这个 Vanua Express 跨越2个山谷的缆车。那在滑雪场这个地方呢，通常你会买1个礼拜的票。滑雪的人呢，一个礼拜的票，你可以滑这整个区域。那如果你不滑雪的人呢，你当然也可以买一般所谓的行人的票。那所有的缆车并不是每一个缆车都是可以给所有的行人搭的，所以你的票呢，就是能搭限定的几个缆车。在这样的山区呢，冬天大概下午4点就天黑了。那我们回到饭店之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？第一个就是像是在圣诞节这一周的 Descent of Flambeau 圣诞火炬下山来。这个呢是由一群滑雪教练，他们带着火炬一起搭着缆车到山上去，然后他们沿着滑雪道一路滑下来。夜晚的雪地衬托下呢，这样子的那个火炬下山来真的很特别，真的非常有圣诞节的感觉。再来是我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录到的影片。夜色降临，才是越夜越美丽的时候。我们可以从 Arc-de-Mire 这个地方呢，搭着缆车直接下到这里来，觉得是这个山区最美丽的小镇。这里非常有德式的建筑的风格，然后在圣诞节灯饰的装饰下呢，特别漂亮。然后我们进到这一家酒吧呢，发现它里面的圣诞装置真的非常的华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进来喝了一杯热巧克力。我们回到饭店来看看，在晚上呢，饭店里面可以做什么呢？通常在吃完晚餐之后呢，都有一些团康活动，或是益智活动。当然有跳舞，有唱歌，我还很惊讶，竟然可以唱到中文歌。在我的歌声当中呢，我们已经到了这片影片的尾声咯。如果你还没有切掉影片的话呢，我感谢你的耐心。希望呢，这部影片让你对滑雪有一点基本的认识。如果你也想突破舒适圈，赶快动起来，欢迎加入冰天雪地的行列。如果你正在学滑雪的路上呢，也希望这支影片有鼓励到你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哦。对了，阿信，姑姑还在等你来阿尔卑斯山一起滑雪哦。